在公元前1世纪的某个清晨，当凛冽的北风卷起贝加尔湖边的积雪，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正握着一段光秃的结杖，凝望着南方故土的方向。他不会想到，自己在这荒原19年的孤独坚守，将会熔铸成中华民族精神史上最璀璨的丰碑。他更不会想到，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苏武牧羊的故事依然在传唱，那只毛节落尽的汉节依然在历史的长风中猎猎作响。这是一段关于忠诚与生存的史诗，是一个人在绝境中书写的精神传奇。当正值壮年的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时，他或许已经预感到前路的艰险，但绝不会想到，这次外交使命将让他付出整整19年的生命代价，也让苏武这个名字永远铭刻在了中华文明的记忆深处。公元前140年，苏武出生于京兆杜陵的官宦世家，父亲苏建是汉武帝时期的名将，曾多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。公元前127年，苏建在河南之战中率军击破匈奴楼烦、白羊王，为汉朝收复河南地立下战功。公元前123年，又因战功卓著，被封为平陵侯，官至代郡太守，统辖边境军事。然而命运的起伏来得猝不及防，就在封侯后不久，苏建以右将军身份随卫青出征时，因麾下部队单独遭遇匈奴主力，寡不敌众，导致全军覆没，按汉朝律法当处死刑，最终靠缴纳赎金才得以贬为庶人。这段从列侯到庶民的家族经历，像一堂生动的人生课，让苏武自幼便懂得师徒荣辱的无常，也让他在接受儒家忠孝节义的教育，苦练骑射本领的同时，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对责任与坚守的深刻认知。成年后，苏武凭借父亲的关系踏入仕途，最初担任郎官，负责宫廷宿卫与礼仪侍从。他做事勤勉细致，对待职责从无懈怠，很快便在同僚中崭露头角。不久后被擢升为仪中旧监，这个职位掌管宫廷的鞍马、鹰犬及各类射猎工具，是贴近皇帝生活的重要差事。苏武在任期间勤勉尽责，以行事沉稳、应对得当而著称，逐渐赢得了武帝的信任，被认为是可以托付重任的可靠之臣。此时的汉朝已非文景时期休养生息的低调模样，经过数十年的积累，国力空前强盛，粮食充盈，府库丰实，足以支撑对外军事行动。而北方的匈奴虽因汉朝连年打击实力削弱，却仍未放弃对边境的侵扰，时常南下掠夺百姓财物，破坏农耕生产，始终是汉朝的心腹大患。汉武帝即位后，彻底改变了此前对匈奴被动防御的策略，转而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，先后派遣卫青、霍去病等名将率军北击匈奴，试图彻底消除边境威胁。一时间，汉匈之间战火连绵，从漠南到漠北，大小战役接连不断，双方互有胜负，边境局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。更复杂的是，军事对抗之外，汉匈的外交博弈同样激烈，扣留使者成为双方较量的常用手段。汉武帝年间，汉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出使匈奴，试图刺探军情或劝降匈奴贵族。其中郭基因当面斥责匈奴单于，被扣留10余年，陆冲国则因匈奴单于病逝，新单于不愿与汉和解，被扣押长达7年。相应的，匈奴派往汉朝的使者也常因双方关系恶化而被汉朝留置。这种使者相扣的僵局持续了数十年，使得每一次出使都像一场生死赌局。使者不仅要肩负外交使命，
更要做好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准备。就在这样剑拔弩张的局势下，一项关乎汉匈关系走向的外交任务落在了苏武肩上，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公元前100年，匈奴老单于去世，居低侯单于刚刚继位，内部权力尚未稳固，他担心汉朝会趁机发动进攻，于是主动释放了此前扣留的汉朝使者陆冲国等人，还派人携带书信前往长安，表达了与汉朝和解的意愿。汉武帝见匈奴释放出善意，也不愿再让边境战事持续消耗国力，便决定顺势回应。他需要一位既懂外交礼仪，又能坚守原则的使者，代表汉朝护送被扣留的匈奴使者返回王庭，同时携带丰厚礼物答谢单于。而曾因谨厚可用获武帝认可的苏武，自然成了最佳人选。就这样，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领命出使，他深知此次出行不仅是简单的礼尚往来，更是汉朝试图打破数十年外交僵局的关键一步。出发前，他精心挑选了团队，副中郎将张胜熟悉匈奴习俗，官吏常会沉稳善谋，再加上招募的士兵与斥候，100余人的使团兼具外交与防御功能，既是汉王朝的和平使者，也是国威的象征。他们携带的厚礼中既有丝绸、玉器等中原珍宝，也有粮食、兵器等实用物资，每一件都承载着汉朝的诚意。而苏武手中那根缀着毛尾的汉节，更是使命与尊严的象征。他或许未曾想过，这根节杖日后会陪着他走过19年的苦难，成为他精神的唯一寄托。经过数月的跋涉，使团终于抵达匈奴王庭。苏武按照汉朝礼仪献上礼物，转达汉武帝愿两国息兵，共享太平的意愿。可令他意外的是，居低侯单于收到汉朝馈赠的丰厚礼物后，反而流露出骄矜之色，言语间全无和解的谦卑，这让满怀期待的苏武与使团成员心中一沉。他们隐隐察觉到，此次使命或许不会像预想中那样顺利。果不其然，就在使团整理行装，准备完成任务返回汉朝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匈奴内部叛乱彻底将他们卷入了危机的漩涡。这场叛乱的主导者是匈奴勾王与长水人于长。勾王本是浑邪王姐姐的儿子，当年曾随浑邪王一同归降汉朝，后因战乱复降匈奴，始终对汉朝心存眷恋。于长则是早年被迫投降匈奴的汉朝人，他的父亲曾是汉朝将领，家族的汉臣印记让他在匈奴始终难以立足，更对靠着汉朝背景专权的卫律心怀不满。当时匈奴内部亲汉派与反汉派矛盾尖锐，于长便联合勾王，暗中谋划劫持单于的母亲胭脂。此举既是想借此向汉朝示好，为自己归汉铺路，也是想除掉卫律这个眼中钉。而于长与副中郎将张胜早有旧识，他知道张胜也希望能为汉朝立功，便私下找到张胜，全盘托出计划，恳请张胜提供财务支持。张胜急于建功，未与苏武商议，便贸然答应，却不知这一决定即将把整个使团推向深渊。1个多月后，据低侯单于外出打猎，王庭守备空虚，于长等人认为时机成熟，便集结部众准备发动叛乱。可就在行动前夜，一名参与计划的匈奴人因害怕牵连家人，偷偷向单于子弟告密。单于子弟迅速调集军队，对叛乱者展开残酷镇压。勾王在混战中战死，于长则被生擒。消息传回王庭，居低侯单于震怒不已，当即下令让自己最信任的卫律负责审理此案。他要查清这场叛乱背后
是否还藏着更大的阴谋？张胜得知于常被抓的消息后，顿时慌了神。他知道一旦于常招供，自己私下参与叛乱的事必将败露，到那时不仅自己性命难保，还会牵连整个使团。直到此时，张胜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如实告知苏武。苏武听完后如遭雷击，他瞬间明白，此事一旦牵连到汉朝使团，不仅自己多年坚守的气节会毁于一旦，更会让汉匈刚刚缓和的关系再次破裂，甚至引发战争。想到这里，苏武抽出腰间佩剑，便要自刎。他对张胜与常惠说：“我等身为汉使，若因此失辱没使命，不如一死，以保国家尊严。”张胜与常惠见状，急忙上前死死抱住苏武，苦苦劝阻。苏武这才暂时放下了佩剑，但心中已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很快，于常在卫律的严刑拷打下不堪折磨，如实供出了与张胜的勾结。居低侯单于得知汉朝副使参与叛乱，怒火更盛，他召集匈奴贵族商议，当即决定处死所有汉朝使者，以泄心头之恨。就在此时，匈奴贵族左伊之子站了出来，他劝单于说，即便他们图谋对单于不利，最重也不过是死罪。如今仅因于常、张胜的牵连，就杀尽汉朝使者，惩罚实在过重，不如劝他们归降，既能彰显单于的宽仁，又能为匈奴添一员可用之人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居低侯单于思索片刻，觉得这番话有理，便改变主意，派卫律去传召苏武，准备亲自审问这位汉朝正使。卫律本就对汉朝知根知底，他是长水胡人，汉代匈奴部落聚居于长水者，早年因协律都尉李延年的推荐入宫为官，后受朝廷派遣出使匈奴。待他完成使命，准备返回汉朝时，恰逢李延年因罪被处死，卫律怕受到牵连，便索性留在匈奴归降。凭借着对汉朝政治文化的熟悉，卫律很快获得居低侯单于的信任，被封为丁陵王，成为匈奴处理汉匈事务的核心人物。苏武得知要去见单于，转身对常惠等人说，我若在匈奴曲解辱命，即便能活着，又有何颜面返回汉朝？话音未落，便拔出腰间佩刀刺向自己。卫律见状大惊，急忙冲上前抱住苏武，又派人快马去请医生。医官赶到后，在地上挖了个浅坑，坑里铺上燃烧的炭火，将苏武面朝下放在坑上，轻轻拍打他的背部，帮他排出体内淤积的淤血。苏武当时已气绝，众人围在一旁焦急守候，过了好半天，他才缓缓恢复呼吸。常惠等人见他苏醒，忍不住相拥而哭，小心翼翼地将他抬回汉室营地。居低侯单于听说苏武宁死不屈的模样，心中暗生敬佩，此后每天都派人去探望他的伤势。待苏武的伤势渐渐好转，单于仍未放弃招降的念头。他特意让卫律在审理于长案时召苏武到场，想借刑场的血腥震慑，迫使苏武屈服。卫律依令将苏武与张胜带到刑场，先命人将于常押到二人面前，当着他们的面用剑将于常斩首。鲜血溅落在雪地中，红得刺目。卫律手持滴血的长剑，转身指向张胜，厉声喝道，汉使张胜参与叛乱，按匈奴律法当斩，若你肯归降匈奴，单于上可赦免你的死罪。张胜本就胆小，见此血腥场面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当即一声跪地求饶，连声表示愿意归降。解决完张胜，卫律又转向苏武，语气稍缓，却带着威逼，苏君，张胜已归降匈奴，你作为使团正使，
理应连坐受罚。苏武听完，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，他直视着卫律的眼睛，义正言辞地反驳：我未参与谋反，与张胜也非亲属，何来连坐之说？你本受汉廷委任，却背叛国家，背弃亲人，投靠匈奴，苟且偷生，如今还有脸来劝降我？我苏武身为汉使，宁可为国家尊严而死，也绝不会做辱没家国的事。见武力威胁无效，卫律又换了一副嘴脸，开始炫耀自己在匈奴的富贵。苏君，我当年背弃汉朝归降匈奴后，承蒙单于大恩，被封为王，统领数万部众，牛马牲畜满山遍野，日子过得何等富贵。你今日若肯归降，明天就能和我一样享受这般待遇，何必要白白死在这荒蛮之地，让尸骨被野草吞噬？谁又会记得你的终结呢？苏武始终沉默不语，不愿理会。卫律又上前一步，故作亲近地说：你若肯因我归降，我便与你结为兄弟。若是今日不听我的劝告，日后再想见到我，恐怕就没机会了。这番虚伪的拉拢彻底激怒了苏武，他厉声骂道：你本是汉朝臣子，却不顾恩义，背叛君主与亲人，甘愿在蛮夷之地做降虏，我为何要见你？况且单于信任你，让你掌管生杀大权，你不秉持公正，反而想挑拨汉匈两国相争，作惯灾祸发生。昔日南越杀了汉朝使者，被汉朝灭国设为九郡，大渊王杀了汉朝使者，头颅被悬挂在汉宫北门示众。朝鲜杀了汉朝使者，也很快被平定。如今唯有匈奴还未受此惩戒，你明知我绝不会归降，却仍执意相逼，不过是想让两国开战罢了。匈奴日后的灾祸恐怕就要从这里开始了。卫律见苏武软硬不吃，知道自己再劝也无用，只好返回王庭，将苏武的态度如实禀报给居低侯单于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单于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对苏武的忠诚生出几分敬佩，同时也越发想将这个有骨气的人招降。可他知道苏武心智坚定，普通的威逼利诱根本没用，于是便想出了一个更残忍的办法。他下令将苏武囚禁在王庭附近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里，断绝他的饮食，想让饥饿与寒冷迫使苏武屈服。时值寒冬，地窖里四处漏风，鹅毛大雪从缝隙中飘进来，落在苏武单薄的衣衫上，很快便融化成冰。苏武又饿又渴，腹中绞痛难忍，嘴唇也因缺水干裂出血。为了活下去，苏武只能在黑暗中摸索，将地窖里用来御寒的毡毛一点点扯下来，再抓一把地上的积雪一起塞进嘴里吞咽下去。毡毛粗糙难咽，刮得喉咙生疼，可他却靠着这份常人难及的坚持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匈奴人得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，甚至有人传言苏武是受神灵庇佑，连单于也对这份顽强感到震惊。他知道这样的人是绝不会轻易屈服的，再继续囚禁也无济于事。无奈之下，单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将苏武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（今贝加尔湖）牧羊，并放出话来，等到公羊生下羊羔的那一天，就放你回汉朝。所有人都知道公羊不可能生羔，这不过是单于想将苏武永远困在北海的借口。此外，单于还下令将常惠等苏武的下属分开安置在其他部落，让他们与苏武隔绝，断绝苏武的念想。就这样，苏武被匈奴士兵压着，带着一群公羊踏上了前往北海的路。一路上，他们翻过高耸的山脉，穿过荒凉的戈壁，风餐露宿，历经艰辛。当北海终于出现在眼前时，
苏武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冰雪与草原，没有村落，没有行人，只有呼啸的寒风与偶尔掠过的飞鸟。这里就是他接下来要度过漫长岁月的牢笼。刚到北海时，苏武面对的是一场生存的极限挑战。为了活下去，苏武只能学着匈奴人的样子，在野鼠洞里寻找食物。那些田鼠储存的植物根茎、坚果带着泥土的湿气，需要放在岩石上晾晒许久才能下咽，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肠胃绞痛。取水时，他要先用石头砸开冰面，再用简陋的陶罐一点点舀出冰水。夜晚睡觉时，只能蜷缩在破旧的毡帐里，裹着沾满油污的兽皮，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入眠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每一天都是与死神的较量，可苏武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焊结。白天牧羊时，他把结杖插在身边的雪地里，让那抹褪色的毛鹰朝着南方。夜晚睡觉时，他把结杖抱在怀里，仿佛抱着故国的温度。岁月在苦寒中悄然流逝，转眼5年过去，苏武的头发已染上白霜，脸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，唯有手中的焊结依旧被他抹撒得光滑发亮。就在他以为要永远这样孤独地守着羊群时，匈奴单于的弟弟于前王带着部众来到北海打猎，意外发现了这个在荒原上坚守的汉人。于前王见苏武虽衣衫褴褛，却举止端正，心中生出几分好奇，便上前与他交谈。交谈中，于前王发现苏武不仅懂礼仪，还会结网纺线，矫正公路。这些中原的技艺恰好是匈奴人需要的。苏武也不藏私，手把手教于前王的部众编织更结实的渔网，帮他们调整弓弩的角度，让狩猎的效率大大提高。于前王对苏武的才华与沉稳越发赏识，更敬佩他在绝境中不卑不亢的气节，便时常派人送来粮食、衣物和牛羊。那段日子，苏武终于不用再靠野鼠的存粮度日，毡帐里也有了温暖的炭火。他甚至能偶尔和匈奴人一起打猎，听他们讲草原上的故事。这份难得的安稳让他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，或许他离回家的日子不会太遥远。可命运的打击总是来得突然。3年后，于前王突然染上重病，卧床不起，没过多久便去世了。他的部众失去了首领，纷纷收拾行囊离开北海，返回匈奴王庭。更让苏武绝望的是，丁零部落的人听说于前王去世，知道苏武没了依靠，竟趁机抢走了他仅有的牛羊。那是于前王留下的最后念想，也是他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。一夜之间，苏武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，只能重新去野鼠洞里寻找食物，在寒风中抱紧冰冷的焊结。但这一次他没有丝毫抱怨，经历了5年的苦寒与3年的安稳，他早已明白，坚守的意义从来不是等待别人的救助，而是无论处境如何都不放弃心中的信念。就在苏武独自承受这份孤独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北海边。那是他在汉朝时的好友李陵。当年李陵率5000步兵出击匈奴，寡不敌众，战败投降，被单于封为右孝王。这些年，李陵一直知道苏武在北海牧羊，却因自己降将的身份羞愧不已，始终不敢来见他。直到单于亲自下令让他去劝降苏武，李陵才不得不硬着头皮，带着酒肉来到苏武的毡帐。掀开毡帐门帘的那一刻，李陵心中百感交集。眼前的苏武早已不是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汉庭官员，他头发全白了，像覆了一层霜雪，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，是常年风霜留下的痕迹，唯有那双眼睛依旧像当年在长安共事时一样明亮，透着不肯屈服的光。
李陵默默摆好酒肉，与苏武相对而坐，几次想开口说劝降的话，却都咽了回去，只能先聊起汉朝的旧事，聊上林苑的涉猎，聊长安街头的繁华，聊两人曾共事的点滴。酒过三巡，帐内的炭火渐渐弱了些，李陵才终于鼓起勇气，声音低沉地说：子清，我知道你在这北海坚守不易，可这地方荒无人烟，连飞鸟都少经过，你的忠义又有谁能看见呢？我在长安时听说，你兄长苏家当年给武帝驾车，只因缰绳不慎断裂，便被定了大不敬之罪，最后只能自杀谢罪。你弟弟苏显因为没能抓到逃亡的宦官，也服毒自尽了。我离开长安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已经去世，当时我还送葬到了阳陵。你的夫人那时还年轻，后来听说也已改嫁他人，家里如今只剩下2个妹妹和几个孩子。1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是生是死，谁也说不清。说到这里，李陵叹了口气，眼神里满是劝诱。人生就像清晨的露水，太阳一出来就散了，转瞬就没了痕迹，你何必这样苦苦折磨自己呢？我刚投降匈奴时，日夜都在恨自己对不起汉朝，加上老母被关在长安狱里，那时我不愿投降的心情，比你现在还要真切。可你看，如今归降了匈奴，单于待我不薄，你若也肯归降，他定会封你为王，让你坐拥部众，牛马满山，享尽荣华，也算对自己好一点，何苦在这冰天雪地里耗着？听到家人的遭遇，苏武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他端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，沉默了许久才开口，声音带着哽咽，却无比坚定：我苏家父子能有今天，全靠武帝的恩宠，父亲封侯，我兄弟3人入朝为官，一向愿意粉身碎骨为国牺牲，如今能得到牺牲自己报效国家的机会，即使是受到大幅砍杀、烫锅烹煮的极刑，也是我甘心乐意的。现在我作为汉使被困在这里，能为国家守节而死，已是我的幸运。臣子侍奉君主，就像儿子侍奉父亲，父亲若有需要，儿子为他而死，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？凌兄，你的心意我懂，但归降的话，你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陵依旧留在苏武的毡帐中，陪他饮酒说话，却绝口不再提劝降的事。直到临行前，李陵还是忍不住又说：子清，你务必要听我的话啊。苏武抬眼看向他，眼神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我早已把自己当作死去的人了，您若是一定要逼迫我投降，那就请让我们了结今日的欢聚，我立刻死在您的面前。李陵看着苏武泪流满面却依旧挺直的脊梁，心中既敬佩又羞愧，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眼泪也忍不住落了下来。子清，你真是天下少有的义士啊！我和卫律这样的人犯下的罪过，就算是上天也不能原谅。说完，李陵再也坐不下去，起身对着苏武深深行了一礼，转身掀开门帘，踏着积雪匆匆离开了。此后，李陵再也没有提过劝降的事，却时常派人给苏武送来粮食、布匹和药品。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苏武的信念，只能用这种方式默默守护着这位坚守初心的好友。而苏武也依旧每天抱着汉节牧羊，望着南方的方向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，但他坚信总有一天，他能带着这根汉节回到故乡的土地上。又过了些时日，李陵竟再次踏着北海的积雪来到苏武的毡帐。这一次他没有带酒肉，脸色凝重。进帐后，李陵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几分不忍：子清，近日边界上抓住了一个来自云中郡的俘虏，从他口中得知，汉朝那边太守以下的官吏百姓都在穿白戴孝，说是汉武帝驾崩了。
这个消息像惊雷般砸在苏武心上，愣了片刻后，苏武猛地起身，踉跄着冲出毡帐，朝着南方故国的方向跪下。寒风卷着雪粒打在他脸上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是望着南方放声大哭。那哭声里有对汉武帝知遇之恩的感念，有对未能再向君主复命的愧疚，更有身处异国，连君主驾崩都无法亲临哭掉的悲痛。哭到极致时，苏武猛地一口鲜血呕在雪地上，鲜红的血珠在白雪映衬下，像一朵骤然凋零的花。从那天起，苏武每天早晚都会朝着南方的方向跪拜哭掉，无论风雪多大，天多寒冷，从未间断。北海的风雪见证着他的悲痛，也见证着他对故国、对君主的一片赤诚。这样的日子一持续就是好几个月，直到悲伤渐渐沉淀为更深的执念，他依旧每天抱着汉节望向南方，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对归汉复命的迫切。他要带着这根汉节，回到那个承载了君主恩宠与家国记忆的长安，哪怕只是向故君的陵寝叩拜一次。北海的风雪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吹过，苏武抱着汉节守望的日子，不知不觉竟已熬过了19载。他不知道，汉朝的朝堂早已换了天地。汉武帝离世后，太子刘弗陵即位，是为汉昭帝。新帝登基后，汉朝国力逐渐从连年征战中恢复，对匈奴的政策也从征伐转向缓和，双方开始派使者交涉议和。汉朝使者每次见到匈奴单于，都会反复提及释放苏武等被扣留汉使的请求，可单于始终不愿放人。他既敬佩苏武的气节，又不甘心让这位硬骨头汉使返回汉朝，便每次都以苏武早已病逝于北海为由搪塞，企图将这个坚守19载的身影永远埋在这片荒原里。转机出现在公元前81年。这一年，汉朝再次派使者出使匈奴，商谈边境互市事宜。苏武的老部下常惠得知消息后，知道这是营救苏武的唯一机会。这些年他虽被匈奴分配到其他部落服役，却始终惦记着苏武，也暗中留意着汉朝的动向。趁着夜色，常惠悄悄买通了看守自己的匈奴人，摸黑来到汉朝使者的营帐，不仅带来了苏武尚在北海牧羊的消息，还详细禀报了19年来匈奴扣押汉使的真相。除了苏武，还有10多位汉使被分散关押在不同部落，有的甚至已被强迫改了匈奴姓氏。最后，常惠还为使者出了一计，让他用鸿雁传书的说法逼迫单于认账。这既是为了确保苏武能被释放，也是为了争取其他汉使回归的可能。第二天，汉朝使者按照常惠的计策，在与单于会面时故意提起，今日我朝天子在上林苑射猎，射中一只从北方飞来的大雁，大雁脚上系着一封帛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说苏武等人在水草汇集的地方。您既想与汉朝议和，为何要隐瞒苏武的下落，欺骗我朝呢？单于听完顿时愣住了，他环顾左右的匈奴贵族，脸上满是惊愕。在匈奴人的观念里，大雁是通神的生灵，鸿雁传书必定是神灵的指引。他以为苏武的下落早已无人知晓，却没想到会被神灵揭穿，无奈之下，只能尴尬地承认，苏武确实还在北海，我这就派人将他接回，送归汉朝。当匈奴士兵来到北海，告知苏武可以返回汉朝时，这位在荒原上坚守了19年的老人，先是愣了许久，随后泪水便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。19年的苦寒、孤独与思念，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回家的渴望。
他终于可以带着随身的汉节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了。临近苏武启程归汉之日，李陵特意在自己的营帐中设下酒筵为他饯行。酒过三巡，帐内的烛火忽明忽暗，映着李陵复杂的神色。他举起酒杯，望着苏武，语气里满是感慨与怅然：子卿，你今日归汉，不仅会在匈奴留下不朽威名，更会在汉室立下旷世功绩。即便史册记载的先贤，丹青描绘的英烈，恐怕也难以超越你啊。说到此处，李陵微微停顿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，声音沉了几分：我李陵虽无能怯懦，当年战败归降，却也曾有过心念。倘若汉廷能姑且宽恕我的罪过，不杀我留在长安的老母，让我有机会将这奇耻大辱中攒下的心愿付诸行动，或许我也能像春秋时曹沫在刻意结盟那般，为汉室寻得立功赎罪的机会。这份念头，我日夜不敢忘怀。可如今汉廷收捕并处死了我的全家，这已是人世间最大的耻辱，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他苦笑一声，摆了摆手：罢了，说这些不过是让你知晓我的心思罢了。我早已是一邦之臣，今日一别，便是永绝了。话音落时，李陵猛地起身，拔出腰间佩剑，剑光在烛火下骤然亮起，他踏着节拍在帐中舞了起来，剑影翻飞间，时而凌厉如当年战场冲锋，时而滞色似如今心境徘徊，既有对苏武守节归汉的敬佩，更藏着自己身败名裂，有家难归的悔恨。舞到动情处，李陵忽然开口高歌，歌声悲怆嘶哑，在营帐里久久回荡。我行程万余里，穿过茫茫大漠，为君王带兵与匈奴奋战。如今道路阻断，兵器摧折，部下尽亡，自身名誉也已败坏。老母早已离世，纵使我想报恩，又能归向何方？歌声落时，他手中的剑应声坠地，泪水终于冲破隐忍，顺着脸颊纵横而下。李陵望着苏武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，最终只是深深一揖，转身便大步离去。他不敢回头，怕看见苏武手中那根褪尽毛尾的汉节，更怕自己再也按捺不住归乡的渴望。苏武望着他落寞远去的背影，心中亦泛起一阵悲戚，却终究只是将手中的汉节握得更紧。那根早已失去光泽的信物，此刻似有千斤重，一端承载着他19年的坚守与归乡的荣光，另一端却连着李陵再也回不去的长安，连着两个同样心怀汉室却走向截然命运的人。辞别李陵，苏武带着常惠等9名幸存的随员，踏上了南归的路途。从北海到长安，万里征途。当长安的城墙终于出现在视野中时，苏武的眼眶忍不住湿润了。更让他动容的是，进城那日，城里早已万人空巷，百姓们自发涌上街头，挤在道路两旁，争相一睹这位19年不降的英雄风采。有人望着他鬓边的白发落泪，有人高声呼喊着苏使君，还有孩童举着画有苏武牧羊的木牌，蹦跳着跟在队伍后面奔跑，清脆的童声在街巷间回荡。这份热烈的迎接，是对他19年坚守的最高礼赞。不久后，汉昭帝亲自下诏，命苏武以最高规格祭拜汉武帝灵庙。这既是让苏武向故君复命，告慰先帝当年所遣使者终未辱命，更是向天下昭示汉朝对气节的尊崇。祭拜礼毕，昭帝正式任命苏武为典属国，掌管全国少数民族事务，俸禄定为最高等级的中2千担，还赏赐他钱200万，公田2顷，住宅1所。此时的苏武
早已不是天汉元年出使时那个英气勃发的壮年人。此时他已须发全白如霜，身形因常年劳作与饥饿显得消瘦，唯有那双眼睛透着历经苦难却未改的赤诚。可命运的起伏从不会因功绩与气节而停歇。苏武归汉的第2年，一场朝堂风波突然将他卷入。他的儿子苏元因早年受上官桀提拔，不慎卷入上官桀父子的谋反案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苏武也因子罪连坐被免去官职。汉庭经过详细核查，确认苏武并未参与任何谋反谋划，终究没有加罪于他，仅以连坐之名免去官职。这份从轻处理，既是对他19年守节功绩的认可，更是对他一生气节的敬重。面对儿子的骤然离世与自身的宦海沉浮，苏武没有半句抱怨，回到家中过上了清贫度日的生活。即便身处低谷，他眼底的澄澈与坚定，也从未因境遇变迁而黯淡。转眼到了公元前74年，汉昭帝驾崩，因无子嗣，大将军霍光等大臣商议后，迎立汉武帝曾孙刘询为帝，是为汉宣帝。宣帝即位后，念及苏武是前朝柱节老臣，又因他曾在拥立事宜中略尽心力，便赐他爵为关内侯，10邑300户。不久后，在魏将军张安世的推荐下，苏武得以官复原职，在此担任典属国。宣帝还特意加授他右曹之职，让他常伴左右充当顾问，随时请教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经验。深知苏武德高望重，宣帝还给予他特殊礼遇，允许他每月只需在初1、152日入朝议事，其余时间可在家中休养。又因他年高德少，特意尊称他为祭酒，这一称谓是古代对德望兼备者的极高尊崇。朝中大臣见了他，也都会主动上前见礼问候，连皇后之父平恩侯、弟舅平昌侯等外戚重臣，对他亦是敬重有加。即便重获荣宠，苏武依旧保持着一生廉洁奉公的本色。朝廷赏赐的钱财不薄，他大多分给了家中昆弟、旧日故友与曾经随他出使匈奴的部下，自己家中却始终没多少积蓄，日常用度甚至需靠友人时常接济。时光荏苒，到了公元前60年的秋天，80余岁的苏武在自己简朴的家中平静离世。这位曾在北海冰原上与风雪为伴19载的老者，临终前或许仍紧紧握着那根早已被他抹撒的光滑温润的汉节，那根褪去毛尾的木杖，在他掌心捂了半生，早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在苏武心中，这根汉节从来不是普通的信物，而是汉王朝的尊严具象，是儒家士人忠孝节义的操守载体，更是一个中国人用19年苦难铸就的精神图腾。他的离去不是一个故事的落幕，而是一段不朽精神的开篇。那根汉节的微光，从此在历史的长风中绵延不绝，照亮了后世无数人前行的路。若我们仅将苏武的价值局限于忠君爱国的表层认知，便难以真正触摸到他精神内核的温度。要知道，苏武出使匈奴时，汉武帝晚年的穷兵黩武已让汉朝陷入海内虚耗、户口减半的困境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士兵疲于征战，而匈奴内部也因单于更迭陷入权力动荡，牧民同样在战火阴影下渴望安宁。此时的苏武早已超越了汉朝使者的单一身份，更像是两国和平的隐性纽带。他拒绝投降，绝非盲目服从皇权的愚忠，在地窖中吞咽沾毛血水时，在北海挖掘鼠洞草籽时，支撑他的不仅是对汉武帝知遇之恩的感念，更是对不辱使命、世人责任的坚守。
是对止戈为武、和平理想的笃信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自己一旦屈服，汉匈之间本就脆弱的对话可能彻底断裂，两国百姓或将再度坠入战火深渊。正是这种将个人气节与天下苍生福祉相连的格局，让他的忠突破了狭隘的君臣之礼，升华为对文明秩序、人类良知的守护。这份以一己之节护万民之安的胸怀，才是苏武精神最动人的底色，也是他能跨越2000年时光，至今仍能触动人心的根本原因。苏武的伟大更在于他用19年的极致苦难，将气节从文人笔下抽象的道德准则变成了可感、可触、可知的生命实践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立起了一座不朽丰碑。在他之前，气节多是战场上转瞬即逝的英勇冲锋，或是书卷中寥寥数笔的道德标榜，而苏武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赋予了气节具象的模样，是面对卫律剑刃时挺胸直面，不肯后退半步的决绝，是听闻兄长自杀、妻子改嫁时擦干眼泪仍说陈世君如子弑父，死而无憾的坚定，是面对李陵劝降时纪念旧情又守底线的坦荡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没有选择以死明志的壮烈，死或许是容易的，难的是在冰天雪地中活下去，在孤独绝望中活，在威逼利诱中活，在看不到归期的岁月里活。他要活着回到长安，要让故国知道汉朝使者从未背弃使命，要让后世看到气节不是一时冲动的热血，而是长久坚持的韧性。这种活的勇气比死的壮烈更有力量，他需要对抗人性深处的软弱，需要忍耐日复一日的枯燥，更需要在漫长苦难中守住人格的完整。也正因这份韧性，苏武精神才能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火炬。南宋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时，心中或许浮现过北海的漫天风雪。清代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，起因祸福必趋之时，或许也想起过那根褪尽毛鹰的汉节。他们都是苏武精神的继承者，都在时代的困境中选择了坚守本心，不改初衷。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，苏武的价值远不止道德楷模，他更用个人命运诠释了中华文明厚德载物的包容性与生命力。在北海牧羊的岁月里，他从未因匈奴的蛮夷标签而自我封闭，他帮于前往结网纺线，矫正弓弩，用中原的技艺赢得尊重，让匈奴贵族看到文明不是对立，而是交流。他与李陵相处时，既坚守不降的立场，又理解李陵兵败投降的无奈。两人饮酒叙旧时，有立场的碰撞，更有朋友的惋惜。他没有因自身苦难而心生怨恨，始终以世人的儒雅与尊严待人。这种和而不同的态度，正是中华文明的精髓，不卑不亢，不骄不躁，既能坚守自身立场，又能尊重他人差异。匈奴人最终释放苏武，固然有汉朝施压的因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从苏武身上看到了一种超越民族、地域的人性光辉，那是对信念的执着，对尊严的守护，对生命的敬畏。这种光辉让对立的阵营产生了精神共鸣，也让文明在碰撞中展现出了包容与坚韧的力量。正是这种力量，让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。公元前51年，汉宣帝为表彰功臣，铭记功勋，将苏武的画像置于麒麟阁，与霍光、张安世等定国安邦的元勋并列，使其成为麒麟阁11功臣之一。要知道，这11功臣中，多是靠军功破敌、政绩安邦入选，唯有苏武凭外交守节的风骨占据一席之地。
汉宣帝的这一决定，打破了以功论英雄的常规，明确将气节纳入国家核心价值体系。从此，持节不再只是一根物理意义上的信物，更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符号。它代表对使命的忠诚，对尊严的守护，对理想的执着。而苏武的故事也从此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颂的主题。南宋末年，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中写下在汉苏武节，将其视为天地间正气的化身。清代诗人屈大均在《读史》中感怀其坚贞，写下苏青游海上，睫毛尽落鬓毛凋，道尽他在北海的孤寂与坚守。近代以来，每当中华民族陷入困境，苏武牧羊的故事总会被重新提起，成为激励人们坚守信念、共度难关的精神动力。而这份精神不仅刻在史书里，写在诗词中，更融入了民间文化的血脉，在戏曲舞台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。从元代杂剧到明清传奇，再到现代的京剧、秦腔、豫剧，苏武牧羊始终是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。元人杨子的《霍光鬼剑》中，便以苏武守节的故事衬托忠臣的风骨。京剧《苏武牧羊》更是将这段历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舞台上，苏武身着破旧的汉服，手持光秃秃的汉节，在北海冰天雪地寒的唱腔中，将19年的苦难与坚守娓娓道来。当他唱到手持汉节思故国，朔风卷雪透骨寒时，那沙哑却坚定的嗓音，总能让台下观众热泪盈眶。这些戏曲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细节，更将苏武的精神以更鲜活、更贴近大众的方式传递下去。戏曲舞台上的苏武，早已不是遥远的历史人物，而是活在百姓心中的精神偶像，用跨越时空的故事传递着永恒的价值观。如今，北海的风雪早已消散，长安的城墙也已斑驳，那根陪伴苏武19年的汉节，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但苏武用19年苦难铸就的精神，依然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。他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伟大，从不是顺境中的建功立业，而是逆境中的坚守本心。真正的不朽，也不是被刻在石碑上的文字，而是被铭记在精神里的信念。苏武的一生，其实是对何为气节的最好回答，是危难时不低头的不屈，是困境中不放弃的坚韧，是始终心怀家国、不忘使命的担当。这种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，成为我们跨越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。而苏武也早已从一个历史人物升华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。它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，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，提醒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困境，都要守住心中的汉节，守住坚守与担当，让这份精神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继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